大家好，今天呢，一边欣赏美景，一边来聊聊婆媳之间的那些事儿。常言道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其中有一本就叫《婆媳经》。先来讲一讲我2个朋友的例子，然后再来说一说我自己。这个例子分别就是日本人和中国婆婆，然后是日本人和日本婆婆，再有就是中国人和日本婆婆之间的故事。我有一个朋友呢，她叫猫爱强，她是日本女孩，嫁到中国。她跟我说，嫁到中国简直就太好了，因为结婚的时候呢，男方就给他们买了房子，这跟她在日本所了解的不同。她说，日本的家长一般没有给孩子买婚房和嫁妆的习惯的，工作了以后呢，一般都是靠自己去努力奋斗。她说，在她生完小孩之后呢，婆婆有来帮她带孩子，这减轻了很多的家务负担。但是呢，面对婆婆的不满的时候，她会有意的忍让和宽容，很少出言顶撞。她这种做法就体现了日本小媳妇的这种思想和做法哈，就是比较容易忍让和宽容。她跟我说呢，这跟她在日本认识到的这种婆媳关系有很大的不同。她说，在日本呢，婆婆会认为自己的家庭与儿子儿媳妇的呢是2个独立的家庭，应该有各自的生活，互不打扰呢就是最舒服的相处模式。还有一个朋友叫爱子，这个呢是日本人和日本婆婆的一个故事。她是住在大阪的，家里条件很不错，据说家里有5层小楼。陪嫁的嫁妆是酒红色的宝马，她老公是名古屋的，家里条件就更好了。刚结婚的时候，她跟我聊天说，特别满意她老公家里的条件，家里是带日式庭院的一个大豪宅。但是呢，婚后1年就听她总吐槽婆媳关系。她的婆婆呢叫喜美子，是一位花道老师。她婆婆身材瘦小，好像是生过一场大病，所以右腿有些跛。爱子的婆婆呢，她是典型的名古屋娇，慢慢长大变老的一位名古屋婆婆。她总是非常严谨地佩戴着一副带链条的金丝眼镜，着装一丝不苟，说话彬彬有礼，任何时候都坚持使用敬语。这里要说一下，这个名古屋娇呢，它是日语，它是指出生成长于名古屋富裕家庭的女孩。她不仅有强大的经济实力，追求时尚与奢华品牌，并且通常都是接受过良好的上流教育的名媛贵族，就可想而知啊，这是豪门婆婆呀，规矩也多。她要求媳妇呢，早晨按时起床给丈夫做早餐，然后老公用餐的时候呢，要及时给他加汤添饭，为老公放好洗澡水，而且丈夫要第一个先洗。哇塞，你听听哈，这么多规矩。然后后来每次见面呢，爱子她都跟我吐槽，她说跟婆婆相处的时候就会心情恶劣，不敢自由说话。可见哈，这个结婚就不能光靠这个物质的条件，也是要看看家里人是不是好相处，是否能就是感觉自己是否能过得幸福也很重要啊。再来说说这个日本的皇室哈，日本的皇室也是一样的，现任天皇皇后美智子。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平民皇后，当她老公还是皇太子的时候，就从民间嫁过来成为太子妃。除了当时的天皇昭和和太子满意之外，几乎剩下宫里的所有人呢都有意见。本来是打算从宫中贵族华族中选妃，结果太子娶了一个老百姓，特别是昭和天皇的皇后香醇皇后，用尽各种办法折磨她。战后日本采用的民主制度在宫里几乎没有用，致使美智子到现在都患有失语症，说话的声音非常小，有的时候甚至说不出话来。59年结婚，到2000年皇太后去世才结束了现实版的宫廷斗，也算得上是典型的婆媳关系了吧。说完这个皇室和贵族，再来说说我们普通小老百姓的生活哈。说说我们家，
我婆婆呢，她性格算是很不错的了，她很愿意干净，然后到现在呢，保持的皮肤啊、身材也都挺好的。我那个时候生完小孩之后呢，婆婆也有过来帮忙2个月吧，大概就是每天做饭呐，帮忙带孩子，还帮我把洗澡水都放好了。那2个月过得是真是太感动了。后来呢，中间因为我们要去美国一段时间，然后搬家之前，因为整理物品等等需要吧，就需要在婆婆家住了将近2个月。这2个月呢，过得是相当的累呀。倒是没有什么大矛盾，就是彼此生活在一起呢，都要考虑对方的一些情绪啊、心情啊，就是对方到底是怎么想的呢？就是会琢磨这样一些事情啊，就导致心理上会有一些负担。在这期间呢，我婆婆他们每天都做挺多好吃的，偶尔也会帮我带一下孩子，相处的倒是还可以。唯一的就是呢，我婆婆有的时候关于育儿这方面会经常发表更多她自己的意见，我有的时候就累得不行的时候，就真的什么都不想听。内心的想法就是你要是有想法，那你就自己来。可能也是就是比较累的时候就会这样哈。但是奇怪的是呢，有的好的闺蜜或者是女生朋友的意见却听得津津有味的哈，然后还自己去求救。就是求教啊，就是哎呀，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？就是微信聊天啊，各种方式。我们去美国和后来回日本呢，婆婆都会给孩子偶尔邮寄一些玩具啊和水果过来。所以总的来说呢，我婆婆在日本婆婆里啊，我觉得表现呢还是挺好的了。说句心里话，我觉得挺好的婆婆了。结论呢，就是说也不能说哪里的婆婆就一定怎么样，还是要根据这个婆婆和媳妇彼此的性格还有相处的模式来决定的哈。那我觉得我的相处之道呢，就是要保持距离。中国不是有一句很古老的话，就是说距离产生美吗？我觉得这不光适用于恋人之间，也适合于婆媳之间。我觉得跟婆婆相处的秘诀就是不依赖，独立自己处理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分事情，保持有距离的交往，一般可能就不容易有矛盾。和平相处呢，就是一个家最大的财富，和气生财嘛，家和万事兴。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啦，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大家的婆媳相处之道。谢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，请点赞和订阅哟！感恩遇见新的朋友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。